一场夺走上百条生命的特大火灾，把整个的香港推入哀痛与愤怒。千家破碎，万人流离，官员却姗姗来迟。特首李家超却首先3度感谢习近平，引爆港人怒火。网友直指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就在民怨沸腾之际，深圳、广州、香港3地天空同时染成血红，犹如末日天幕。网路炸裂，天象示警。有风水师早在今年4月就预言11月必有大火，如今精准应验，更让接下来的香港圣诞起义的预言再度升温。除此之外，英国灵媒帕克关于2026年的预言，则为低迷的气氛带来了一线希望。他说，2026年东方将有一位高大人物从阴影中站起，点燃下一个时代的火焰。这位东方高大人物会是谁呢？香港大火会成为压垮民心最后的一根稻草吗？末日天象是巧合还是天象？圣诞节会不会迎来另一场大规模的民众觉醒呢？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11月28号下午，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记者会上表示，灭火行动完成，大府鸿福苑楼群连环大火已经夺走了128条人命，伤者有79人，但失踪的人数仍有约200人，伤亡的人数还在上升。由香港当局启动的大府鸿福苑援助基金，连同各界捐款，将会向每名遇难家属发放港币20万元的慰问金，另外向每个家庭提供5万元生活津贴。这场火灾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也被视为当代世界最骇人的大火之一。从电视的画面看去，7栋大楼同时陷入火海，火光冲天，浓烟遮天蔽日，宛如末日降临。香港大火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到底是竹架还是棚网没有阻燃性，才导致大火迅速蔓延。事发前，港府的官员都称防火物料符合规定，风险很低。事发之后，香港的警方承认了建筑物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塑胶布等均未符合防火标准。这些东西都是哪来的？2家大陆的山东企业，一家负责生产，一家负责认证，2家都在造假。本来应该阻止燃烧的安全网，却变成了易燃物。这里边又有多少官商勾结的肮脏交易呢？香港已有数份报章社评谈及追责问题，其中《信报》直指这次悲剧不是天灾，无可辩驳是人祸。根据现有揭露出来的内幕，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是一场人为的灾祸，是社会上的黑暗势力与政府的庸官共同导演的一出人间悲剧。而香港是目前世界上极少数仍在广泛使用竹制脚手架的地方。港府一度想甩锅竹架，逃避追责，引发了香港民间的广泛质疑。民间的观点是，竹架是香港的文化之一，几乎成为香港的特有标志，它已经流传很久，有独特的优势，认为竹子传热比金属慢，而且其搭建的手艺也被视为是值得保护的传统技艺。现在大陆的社群已经开始封杀香港网友发的竹子不容易燃烧的这样的视频，还带风向的说是香港落后，香港应该向大陆学习等等。观众朋友，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次火灾？是香港的竹制脚手架，还是大陆的安全防护网呢？接下来先说一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消息，今天是全球购物的狂欢节，我们大时局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优惠产品，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我很喜欢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韩国名贵的红参和纯天然蓝莓原液，做成了口动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从效果上，它真的能帮助细胞修复，降低发炎，
提升免疫力。年轻人如果熬夜后吃一条，皮肤不容易爆痘。还有位朋友经常口腔溃疡，是吃了这个红海参修复凝胶后修复得很快，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这都是小炎症。还有些用户反馈吃了之后，痛风发作的频率明显下降了，血糖恢复正常了，失眠减轻了等等。有位宋大姐自己吃了觉得很好，成了铁杆回头客。黑五期间购买，除了享受85折优惠，在美国地区购买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免费赠送的参黄人参产品。购物满450美金赠送参黄片1小盒，购物满700美金赠送参黄片1小盒，加参黄、九蒸蜜黑参1整根。购物满1000美金赠送参黄片2小盒，参黄、九蒸蜜黑参1整根。这个活动12月1号就结束了，大家趁活动赶紧买，记得一定要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食局，购买链接我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了。面对这场震撼全球的特大火灾，香港特首李家超在事发5小时后才姗姗现身，带着一众司局长向媒体交代情况，讲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官话。他口中也称这是一场灾难，但他会因此自动问责引咎下台吗？当然不会。对于外界最关心的问题，这场大火究竟是否源于人祸，他是避而不答。李家超一出面讲话，首先忙着感谢习近平的关心，一次不够，还要接二连三地反复强调，也没忘了港澳办和中联办，逐一致谢。然而，真正站在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连续灭火的消防员，主动捐赠物资的香港各界市民，以及火速捐出巨款支援灾民的马会和各大企业，李家超却半句感谢都说不出口。这种只向上看不向下看的表现，与香港政府近年挂在嘴边的政治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港府口口声声说由乱入治，由治入兴，而这套说法正是习近平在2022年20大上最早提出的，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而香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则称，2023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开启之年。但这场夺走了数千市民家园，让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的大火，却让所谓的兴完全不见踪影，反倒让李家超扬名立万。只是扬的是无能，立的是灾难，兴还远在天边，亡却已在眼前。香港政府近年的种种操作，推动大湾区建设，开发北部经济区，打造盛世经济，配合对台宣传，其实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替北京完成政治任务。而真正影响民生的衣食住行、安全保障，似乎全都被摆在了边缘位置上去了。而与此同时，面对民间的民主力量，政府却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全力压制、思想管控，全面收紧香港。因为对李家超而言，他的权力不是香港人民授权，而是直接来自习近平。他的首要任务也不是治理香港，而是让北京满意，所以引来网友骂声一片。李家超不是选的，是北京派来的总督。国安法封嘴，23条封喉，现在直接一把火封命。多年隐患不作为，假防火网，警铃失灵，长者被活活烧没命，全是人祸。李家超，你烧掉的不只是鸿福苑，是整个香港的棺材板。李家超不辞职，天理难容。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对民事直言，香港人民可能把不满的怨气宣泄在立法会选举，甚至引发类似2022年的白纸运动。旅美的民运人士谢立健以香港版本的乌鲁木齐大火发文表示，这是共产党实施国安法以来最大一次向港人迫害，港人应战斗反抗，反抗集权，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大火后，最先站出来的不是官员，而是普通的市民。据媒体报道，灾后短短的数小时内，
大批的香港人自发涌上街头，走进社区，开始捐物、运物、送物，瓶装水、饼干、面包、衣物，一袋袋、一箱箱被不停地送往收集点与临时庇护中心。由于数量庞大，人们接力把物资从车上搬下，一箱箱传进灾区，只希望能替受困的民众解一点燃眉之急。在资讯混乱的时刻，有市民自发建立社区资源整合网站，并提供报平安表单，让居民能向外界报告状况，让家人安心。同时，全港多个献血站排起长龙。有网友留言说得好，原来香港人的精神从来没有变过。面对这样的场景，主动到火灾现场帮忙的义工，连夜送物资的市民，组成人链的街坊，默默献血的香港人，你会深深地明白，世道可以再坏，人心可以迷失，但是香港人的底线、善意与良知从来都没有被熄灭。只要这种人性还在，只要这种互相扶持的力量还在，只要香港人还愿意站出来，香港就永远有希望。古人云：天垂象，见吉凶。香港的一场大火夺走了超过上百人的性命。第二天，香港、广州和深圳的3地上空同时被血色火烧云笼罩，再次上演世界末日大片。天色如血，正映照着人间的痛苦与愤怒。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天在对世人发出某种沉重的警示呢？深圳的天空呈现罕见的饱和血红色，并持续了近1小时，仍未退去，远超一般火烧云的时长。广州上空同样被厚重的橘红云层覆盖，仿佛有一团巨大的火球悬在空中。香港维港两岸与九龙上空也出现了几乎同步的绚丽红云，形成跨越3地的罕见血色天幕。网络瞬间被这血色天幕刷屏，评论区充满着震动与不安。这不是晚霞，这是天在燃烧，整个世界套上了末日滤镜，太红了，像电影里核爆前的天空。昨天还在为香港大火哭，今天天空就变成血色，仿佛上天也在哀鸣。天象示警实在太不祥了。这是在香港大火之后，天象再度预警。其实香港大火也有预警。香港风水大师李居明4月就放话，7月没事，真正大劫是9月后，11月最凶，必有大型火灾。结果11月26日，大火精准命中。乌鲁木齐那把火点燃了白纸运动，香港版的这把火会点燃什么呢？英国的通灵师帕克9月25号在直播中曾表示，我看到香港很快再起义，这次没有雨伞，只有圣诞灯被踩烂，掉落一地，革命就在圣诞季爆发。现在距离圣诞节还有不到30天，是今年的圣诞，还是明年或以后的哪一年呢？帕克在今年年初的直播中还提问，香港会再次自由吗？他的感应是，某一天中国会分裂成多个国家，包括香港与西藏的解放，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民主自由。相比眼前的不安，帕克对来年的预言反倒透露出一抹难得的曙光。他说，2026年，东方一个在影子里的高大的人站起来，手里有点燃下一个时代的火焰。这位高大的人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关键人物，推动东方巨大的国度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世界走向另一个全新的时代。帕克描述，2026年世界能量场将会发生剧烈的转变，汇集声明是核心趋势，即黑暗到达极点后，转而出现光明。阴阳和合太极生，东方高大人物将引领新时代。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是英国当今最著名的灵媒和预言家，被称为新时代的诺查丹马斯和厄运先知。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